大家好，我是龚一鸣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我会记录制作开源大气水发生器的过程，边做边拍，不定期更新。前一阵子各种事情实在太忙，以至于一直没有时间继续做。有点时间做这个项目的时候，又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挫折，后面会提到。到上一期，我们有了核心功能的所有组件，可以开始整体测试了。但别急，我们之前也提到过，管道很硬，没法很好拐弯，所以设计成用很多直角接头做转弯。但有的地方还是受限于管子的硬度，即便管子留了很长，还是紧绷着。静置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甚至把上层平台都挤变形了，板子有些弯曲。既然是管道的问题，就直接解决管道。搜了一圈之后，找到了硅基的水管，和原先乙烯基的管道比较一下，就会明显看出硅基的更软更灵活。把管道的部分都拆掉，重新布线换成软管，这样制冷片的部分可以返回去，恢复原先的接法，还能省掉2个直角接头，散热系到水槽也不会那么紧绷。水管弹性好了，安装起来也容易一些。当然，这部分很明显还留了很多余量，以后可以继续改进，让它更简约。制冷片的吊篮位置也不合适，现在还是斜着的，以后可以把安装位置往后挪，不但改进吊篮角度，管道也能更短。另外，面包板这个状态实在不咋地，贸然测试的话很可能散架，甚至烧毁 Arduino， 而且拖拖拉拉的几块板很不可靠。设计一个简化版的电路，在原型板上实现出来，显示屏和 Arduino 采用插接的形式，方便以后拆下来做别的用。焊原型板非常痛苦，很花时间，每一条线都得很仔细去连接，之后还得测试每个焊点每条连接线。但这么原型的东西似乎也不至于做个 PCB， 完成之后就得到这么个东西。这块板不但可以接现在的 Mega 2560，也可以接 Uno 和 Nano 那样更小的 Arduino， 比之前的面包板简洁得多，小得多了。可以看旁边的那个 microSD 卡作为参照物。这次用的电源来自于前不久我做的 USB-C 可调直流电源，不需要那个巨大的 PC 电源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那段视频。接着测试的时候才要命，首先是发现这个 PCB 模块的引脚定义和 KeyCAD 里的并不一样，不能直接插上去，改用插线来连接，结果还是不对，不知道显示的是什么东西。经过更加痛苦的 debug， 判断是因为之前的错误连接， LCD 模块上的显示电路已经被烧毁了。这个模块我只有一个，没有备用的，但是我刚买了几个分辨率为 128×64 的 OLED 屏。这种屏有图形显示能力，和 Arduino 的连接采用 I2C 的方式，一共就4条线，而不是原先的12条，这接线就容易多了。还用那块原型板把线接好，显示部分的代码改成 I2C 的，一开始死活不显示，就好像没有接线一样。又经过了2个小时的调试，才发现不是代码的问题，而是地线松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插好之后，能显示出原来让 LCD 显示的内容，还加上了温度符号。现在从管道到电路都已经翻新过一遍，比以前的更可靠。我家的暖气能把温度保持在25度左右，但也是因为暖气的存在，会把空气弄得很干燥。根据湿度计，现在屋里的湿度是 34%， 属于比较干燥了。更冷的时候见过 28% 的，夏天会超过 50%。 我们如果要反复实验，持续改进大气水发生器，就得建立一个模型，通过测量一些数据推出结论，由此让实验评估独立于环境，不然收集到更多水到底是优化带来的，还是环境变化带来的？抽象来说，在温度、湿度、气压、设备都不变的情况下，能从空气中提取出来多少水，和流过冷端散热片的空气体积有关。所以我们需要测量这个数据，用一个风速计记录入口的风速，每秒 0.4 米，风扇直径是12厘米，也就是面积是 113.04 平方厘米。乘上风速，就得到每秒进入入口的空气体积有 4521.6 立方厘米。顺便量一下，经过出口风扇的再次加速，风速可以超过 0.7 米每秒。其次需要知道的是设备的功率，之前我们用每个组件的标称功率做了估算，现在这个电源可以显示输出功率，所以可以直接记下实际功率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电机类的东西功率和负载非常相关。入口端的风扇功率是 1.5 瓦，出口端就有2瓦，一共 3.5 瓦。
水泵也需要在水箱灌水之后测试功率，两个都在 2.9 瓦左右。单独接制冷片的话，则是在刚通电的时候功率最高 20.7 瓦，之后因为热量散不出去，功率逐步下降。温控电路功率是 1.1 瓦，这比预期的高了很多。最后把线都连上做集成测试，这时候可以记录下制冷的速度，在初始状态下冷端是室内温度，制冷片启动后每秒下降 0.02 度，这效率也太低了，一定有问题。手摸冷端水块挺凉的，肯定低于这里显示的22、23度，而且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和热端水块的温差。非常怀疑是热敏电阻被它的线阻碍了，不能很好的与水块接触。测量的其实是水块周围空气的温度。上期我们说过，程序设置的上下界分别是19和14度，要按照这个速度来下降，差不多需要10分钟才能到下界。更要命的是，在工作4分钟之后，电路部分不知道为什么罢工了，没法继续实验。事后分析，极有可能是电源输入的两个鳄鱼夹因为振动短暂的碰在一起，启动了电源模块的短路保护。重启后可以恢复，没有烧掉。这时候如果强行断开制冷片，测得每5秒上升 0.01 度，是下降速度的1/10。我们只能由此来推测，如果正常工作下也是这样的规律，那么每过2500秒，制冷片需要启动250秒，以维持温度在上下界的范围内。也就是平均有 9% 的时间制冷片是启动的。再来看看整体功率，制冷片在刚启动的时候到过 31.2 瓦，几秒钟后稳定在 30.2 瓦，不启动的时候是 10.3 瓦，和每一部分功率加起来基本吻合。测试过程中还遇到过水泵螺母脱落的情况，也是够莫名其妙了。有一个比预期好的地方是，工作过程中噪声非常低，家里的背景噪声37分贝左右，启动设备后也就涨到60分贝，几乎只有风扇的声音，水泵声音小得很。通过记录下来的这些数据，我们可以大致得到一个基准线，以后的优化可以再通过设备的空气体积、功率、制冷效率这几方面做文章。每次优化之后都用同样的方法测量一下这几个量，确定是不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。当然，还有些隐性的指标，比如成本、体积、重量，是肯定要考虑的，但没那么精确。从第一期的原理到纸板糊的大家伙，到用上 3D 打印和原型板，现在虽然可以运转了，但很可惜，依然没办法持续工作到足够收集水的程度，接下去还需要做大量改进才行。本期抽象出的几个数据点将会用来指导改进优化。下一期我们来开始优化迭代，保持每一期一个迭代。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